记录百万时光，我是 Hunter，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布鲁克出品的超越版漫威针锋系列里面的毒液 Venom。这款角色呢，相信很多玩过游戏的朋友都对它的整体的造型不太陌生啊。那目前呢，出这个造型的厂牌，据我了解，除了布鲁克之外，就是隔壁麦克法兰美系厂牌，它做的这种雕像系列。但我个人觉得雕像系列毕竟在可玩性方面是稍逊一筹的。虽然说呢，那款雕像造型方面还不错，但是价格比较昂贵。反观这边的布鲁可呢，定价方面，原本的发售价格呢是100多，但是现货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在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我相信在某平台券前可能也就80多块钱，券后呢大家各凭本事。那回到这次玩具本身啊，在这个价位上有这么多的配件量，你可以看到啊，除了主体一只之外，这次给到的是背部替换零件，主要是给了4个孔洞，用于安插它4根触手，然后一个就是用毒液共生体卷曲并拧成了一个类似于虎刺一样的这样的替换手臂，是一个整个手臂。然后4根触手呢，每根触手呢算上根部一共有4个球形关节，这样的一个可动程度呢，可以摆出非常多丰富的这种造型。整体来说，这个配件量我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有一说一啊，这个块头呢，作为毒液这个角色来说，我个人是非常不满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即使跟他们自家的产品来说，我们把毒液从 A 字站立尽量的并拢来看，它跟自家的这个蜘蛛侠身高方面，它仅仅只高出了一个头的这个水平。这在我的印象中呢，应该是很难出现毒液只比蜘蛛侠高一个头的这个情况啊。当然呢，早年间那个漫威宇宙里面漫画线那画的毒液艾迪波克一开始并不是怪兽的体型，但是漫威争锋里面的设定呢，应该是更加的强悍，更加接近于怪物的这样一个体型啊。但没想到呢，这种怪物型的角色呢，却跟小蜘蛛做的大小呢是比较相仿的。后续呢，其实这样来看的话呢，真的是大小方面，我是觉得是比较失望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但这款玩具本身作为一款拼装的可动人偶来说，它确实已经快接近于成品玩具的水平了。我们如果不谈比例的话，单看这条产品线，我也能勉强接受嘛。毕竟这条产品线的3款作品我都已经买了，都已经拼装完成了。它的这个毒液的大小，我觉得倒是单独跟这款 Penny 帕克放在一起，还算是比较和谐。那正常小女孩的身高呢，对上这个怪物的身高，我觉得这样比起来呢，还算是比较 OK 吧。但是如果说跟蜘蛛侠身高做对比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差强人意。那么从主体开始看起吧，首先还是在镜头面前360度的手动旋转圈，给大家看一下这款玩具身上的肌肉线条纹理刻画以及这个材质的表现啊。整体的观感，我觉得掺的金属粉和这个淡淡泛蓝的这个金属，算是五彩斑斓的黑吧。整体的观感呢是比较高级的。比较难崩的点呢，主要是在大面积的白色中间的这个脱模口，那背面有一个小洞，然后胸口的正中间部分有一个洞，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蜘蛛的这个肚子部分还有一个小洞。这几个小洞呢，虽然不算是特别显眼啊，但是你毕竟拿在手上把玩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就留意到，这点呢是比较可惜的。但有一说一，整体的无论是涂装还是它的这个细节的刻画，整个立体感是 OK 的，没有说特别像那种3D 建模的肌肉，而且整个肌肉的走向，我觉得也算是比较的自然。当然是作为这个生物机理的层面上的自然，这个身材比例呢，肯定是打药的这个无差别的这个健美选手和一个就是搏击肌肉男放在一起的这种感觉，观感上来说确实还是比较爆炸的。但是这个身高比例呢，确实我是觉得这个毒液呢，可能是一个小侏儒，然后变身成为的这个毒液，而不是正常身高，或者说像艾迪布洛克在设定中人高马大的一个角色啊，变身过来的这样一个毒液的怪兽形象啊。这点呢真的是非常可惜。可动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头雕抬头的幅度呢是 OK，但是呢
只要仰头过度还是会容易脱出，低头幅度呢是非常不错，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胸大肌和脚底板。口腔的这个幅度呢，张开一般般，然后左右放头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两侧呢都还是比较自然。说到要吐槽一点，就是这个舌头啊，这个舌头呢是一个哑铃球形关节，你可以往左边偏，也可以往右边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你取下舌头之后呢，就会有一点蛮崩啊，就是它的这个上下颚，首先它的开合幅度呢并不是特别大，张开幅度呢这样看是比较自然。然后这个头雕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啊。我个人觉得呢，它的这个类似于闪电一样的眼睛部分有点眼距过开了，显得不太聪明。当然，你从侧面和正面来看的话呢，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角度限定。再者呢，就是这个口腔啊，它没有办法完全闭合住，也就形成不了它的这个关闭状态或者呲牙脸的这样一个形象。本身这个头部的张开还有口腔的设计，我觉得有一点参考当年啊，就早年间海洋堂那个软轮科技的鼻液的这个设计方式啊。但是最终呈现的这个效果，它并没有那么理想，这点真的是非常可惜。我觉得算是这款玩具，我觉得最遗憾的地方之一啊。再一个，另外一个遗憾就是它的这个身高，手臂部分呢，我觉得设计的不错，肩膀整体还是超过90度，但是超过之后呢，会有一个腋下的小断层，但是问题不算是特别大。这边蝴蝶关节往前大概是15度，往后呢是差不多30度，可以做出那种飞跃，然后去扑倒猎物的这样一个动作，甚至那种大猩猩一样的这个姿态，也都是可以很轻松的，就是这种猛虎扑食，利用它这个长臂展做出的让怪兽的这个动作呢，都是可以很轻松的还原出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手臂的曲肘幅度呢是超过了90度悠悠，但是呢，说实话呢，我觉得肘关节的这个零件的过渡呢，稍微显得有些生硬。但拼装玩具嘛，这一点也算是情有可原。它利用它这个胸腹的关节做一个类似于这个传统健美的蟹式，也是可以做到。但很可惜啊，它只给了这个爪子的手型，并没有给握持手型，这一点还是比较遗憾。胸腰关节挺腰幅度还不错，弯腰幅度呢也都有一定的水平，左右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没什么问题。下半身部分呢，依旧给了这个下拉关节大腿根部有旋转，比较丝滑，然后呢，屈膝幅度呢超过90度一丢丢，脚部接地 OK，还给出了一定的这个前脚掌和主动，这一点呢，我觉得前脚掌方面设计的会比蜘蛛侠要优秀。然后呢，摆出来的 pose 的可能性也会更高一些。但脚部的接地呢，转多了可能会比较容易脱出，这一点稍微有些可惜。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它的替换配件方面。那首先呢是这一只，因为它从这个肌肉的走向来说的话，应该是比较像它的右臂啊，因为内侧粉相是这个肱二头肌的这个内侧，外侧呢有肱肌还有肱三头肌走向的这个分界，所以说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单纯的右手臂来看。说实话呢，这个右臂这个尖刺效果还是不错，但是尺寸方面还是有点太小了。这一点看起来像是无叶的这个前臂被截断了，而不是像幻化出了一把很大的这种生物巨刺啊，这一点是非常可惜的。当然你通过一些角度的这个借位，依旧可以摆出比较帅气的 pose 啊。再来就是它背后的这个触手部分，这个安装呢就稍微有些麻烦，因为这个背的这个背甲部分安装的非常紧啊。好的4根触手也就安装完毕了，整体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我个人是觉得想把它摆成不对称的这个造型，会显得更加有张力一些，不会过于的呆板。反正360度的旋转一圈，给大家就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触手上面的这个水口呢，因为按压水口嘛，反正我都是直接手撕了，上面有一些水口位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比较细心的朋友呢，可以后续拿这个金属马克笔去点一点，就比较好的能够去做一定程度的遮盖了。这次的观感呢，其实把装备搞上去之后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特效键还有这个出手键非常的夸张啊，我觉得完全不输之前这个海洋堂版本给出来的这个触手的张力，而且就是
整个关节比较多，你想摆出来的这个 pose 呢也是比较丰富。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小的替换零件呢，还是做的太迷你、太修真了。如果说它做的像一把大的长枪一样，配合着另外4个这个就是触手或者说尖刺状的这个藤蔓，那整体会看起来像是一只恶魔的这个手臂一样，毕竟有5根手指吧，这种感觉。总的来说呢，这款玩具10分满分的话，如果不考虑它的这个身高，我会给到一个8.5分到9分的高分啊。但是尺寸比例呢，往往是收集或者说想把这个系列继续玩下去，让这个系列共赢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这款系列呢，目前确实欠缺了比较多的部分呢，就主要在于它的这个就是比例方面，以及它的后续的这个共鸣的能力，我觉得是会有所欠缺的。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你会入手这款布鲁可的超越版拼装毒液吗？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我是拖延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